今天这事儿有意思啊，一个姑娘给我吐槽她相亲对象，说她太抠了啊，简直就是这个抠门界天花板。听完我都懵逼了，长话短说，说重点。两人是去年5月份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因为男士挺帅啊，聊天呢也比较有感觉，合得来啊。7月份就确认了关系，9月份呢就开始了同居。这故事啊就从这儿说起了啊。首先呢，两人经常为节约用水这事吵架啊。男士呢洗头担心浪费水嘛，先是用盆洗，洗完的水啊把脏衣服再给洗一遍，然后再倒到桶里啊，再用来拖地。洗菜水呢也是倒到一个盆里啊去攒着，等着用来刷锅刷碗。这姑娘就不愿意啊，男士说呀，咱也不是大户人家，能省啊就省点。平常呢两人也是为买菜这事吵架，一般呢都是男士买菜啊，他就挑那超市快下班的点去，因为快下班啊这菜呀他都打折，这一买就买一大堆啊，只有好多烂了的呀，他就把烂的给切了之后吃。还有水果啊也是超市打折处理的，买回来之后是切掉坏的一半，吃好的那一半。这姑娘实在是忍不了了呀，说想吃点新鲜的，结果人姑娘出去买了2斤好一些的苹果，回来两人就为此吵架呀，说这苹果有特价的，带干巴还能便宜不少，这吃都一样，嫌这姑娘呀浪费钱。另外呀，家里用的卫生纸啊都是从公司卫生间里拿回来的，每天呢就拿1-2卷，这家里床底下呀塞的是满满当当啊，上百卷。家里的洗头膏、牙刷、这个牙膏、拖鞋、毛巾等等啊，也都是男士啊出差带回来的，几乎啊就没有自己买过。连送女友的衣服和包啊都是闲鱼二手买卖市场上淘来的，平均呢也不到50块钱。两人为此吵过很多架，也闹过分手啊。每次这男士啊又哄又劝，两人呢又和好了。这还有一次啊，这姑娘的爽肤水用完了啊，想去网上买，被男友知道了，说那些化妆品啊都是暴利，成本啊都是几毛几块的，效果都是糊弄人的啊，别被骗了。于是啊，人男士啊亲自去网上买材料，花了6块钱，按照教程呢给姑娘做了一大盆的爽肤水。姑娘很是尴尬，又忍了这事儿。平常这两人出门吃饭呢，一直都是 AA 的。这男士啊是自带卫生纸啊，因为有的饭店啊那纸巾啊它是2块钱一盒啊，他是花钱的。这前天晚上两人出门吃饭啊，这个男士啊忘带纸了，好家伙啊，吃完饭啊他不擦嘴了呀，用免费的这个茶水啊给涮了涮。这姑娘不行呀，非要打开那包纸巾，就因为这个事情两人啊吵了2天，最后分了手。这姑娘说呀，最生气的就是啊，分手的时候男士说她是拜金女，说就想找个有钱的。她说自己和男士生活了5个月，这个男士给她花了不到500，自己花了快1万了。她越想越憋屈的问我呀，男友这么抠，提了分手难道错了吗？听完之后啊，我就想想我那些啊每月花费几千上万还找不到女朋友的男粉丝们啊，情何以堪呢？这不是妥妥扎人心吗？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，男友很抠怎么办？今儿呢就统一给大家说一下，抠门的男人分2种，一种是极度抠门的，那这类男人呢，无论是恋爱或者是结婚与否啊，金钱方面都是要跟你计较的，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一个外人，永远以防着你的姿态呢和你相处，就怕呀担心你占他一丁点的便宜，总是啊防着女友，防着妻子呀把钱财转移到娘家去。这类男人啊他往往是成不了大事的，由于对人事物缺乏一种信任，所以格局也相对于比较狭隘，道路啊自是不宽。那另外一种男人啊是属于在恋爱期间表现的比较抠，但是在婚后呢却会把钱财通通交给妻子管理。这类男人呢不能说抠门，只能说他们是了解赚钱的艰辛啊，只想把钱花在刀刃上。他们不会乱花钱，也不会那么浪漫，可能不会给你买花，但是更愿意买一些实用的物品来送给女友，类似于生活用品啊等等。他们虽然说不够浪漫啊，不够大方，但是比较有担当，不会让你婚后啊为钱担忧。也许赚的不多，也不属于有钱人，但是他们会给足你安全感，给你依靠，一辈子啊对你不离不弃。那这类男人啊直男居多啊。总之呢，就是人无完人，是人都会有缺点，凡事啊多一些宽容，想让自己舒服啊，先让他人舒服，有舍才有得，计较的少啊，收获的才会多，格局越大，道路它就越宽。说得好。时光飞逝啊，嗖溜一下又到了新的一年呀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。别再问我是不是童话故事啊，这现实生活中啊，朴实一些的爱情故事啊，那还是有很多的呀。去年我给一个小伙介绍对象啊，他是92年的，个子不高，也就最多170吧。高中一毕业呢，就去新疆当了兵，这部队也一待啊就是10年。家是农村的，父母赶集啊，做点小买卖，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。给他介绍对象啊，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。
很多姑娘都会觉得他要么个子矮啊，要么就长得没有眼缘，甚至连面都不见就直接拒绝了。这去年夏天他休假回来嘛，给他介绍了一位94年的姑娘，是一名护士，个子也不高，在155左右很瘦。这互相换资料的时候，我还问过这姑娘是否介意男士的身高和家庭情况。当时这姑娘就说呀，我也不高，家庭条件呢也比较普通，既然都是普通人，那谁也不嫌弃谁嘛。就这样呢，两人呢见了个面，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就相处看一看。之后几天呢，男士主动是请这姑娘吃饭，给她送礼物，但人家却说呀，这谁赚钱都不容易，礼物不要，吃饭大家 AA 就好。不是不想欠别人情分，而是觉得既然想要在一起他就不想让对方吃亏。两人相处呢也很简单，饭后经常去公园里踏踏马路，聊聊人生理想以及对未来的规划。走累了就去路边的石凳上坐着聊。这聊着聊着呀就是一下午。通过几天的接触男士就觉得这个姑娘很懂事，很明事理。这姑娘也觉得这个男士性格稳重，做事周全。这有一天这个姑娘的父亲生病住院了。男士知道之后是二话没说就去了医院，是忙前忙后，主动帮忙了几天，脏活累活都干了。姑娘和她父亲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，也是很感激。时间很快到了回部队那天，姑娘亲自去送这个男士，两人没车呢就一起去坐公交去车站。在公交车上，姑娘从包里拿了一盒亲手做的馅饼，2个好地瓜，还有一杯热奶茶。她和男士说呀，这去新疆的路很长，饿了就要吃这些，千万别饿肚子。那一瞬间男士特别的感动，而且也感激觉得这姑娘人特别的好。进车站的时候呢，姑娘也在外面等了很久，直到男士进站之后，她才放心的离开。去年的腊月新疆的冬天特别冷。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战友跑过来跟男士说呀，有人找你。他出去一看呀，这个傻姑娘就站在门口瑟瑟发抖，穿的衣服也比较薄，脸还被冻得通红通红的。姑娘却说呀，快递好多都不发到这里，她不放心，她就想送一些日常用品给她。说着呀，这男士就赶紧脱下自己军大衣给她披上，让她进了屋里。进屋之后，这姑娘就开始从背包里面拿东西，这是冻伤药，这是我给你织的围巾，还有保暖内衣，还有这个你最爱吃的饼和腊肠，我都从老家给你带回来了。看着姑娘一件件的往外掏东西男士立马就忍不住了，像个孩子一样哭了，抱着这个姑娘就说自己回不去，不能照顾你，特别对不起你，还让你亲自跑来一趟。姑娘却说呀，那有啥呀，你出不来我就来看你，不一样吗？就那一瞬间男士想着呀，这一辈子活出命也得对这个姑娘好。来年的春天，男士又休假回来了，两人呢见了双方的父母。一开始这女方父母是不太满意的，觉得男方在外地1年才回来一次，这个家是要靠女儿的，他就不放心。这姑娘劝父母两人只要真心把日子过好，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当兵呢是保家卫国，又跟父母说呀，男士对她很好，人品很好，有责任心等等。最后这姑娘父母也同意了，两人就在国庆节结了婚，彩礼4万加上3金。在一起的这2年很少发生争吵，遇到问题都是互相理解和包容，生活过得也是其乐融融。以前我说过很多遍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只有不幸的故事才各有各的不幸。新年快乐，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中午给安排了一对单身男女相亲见面，差点没给我气出乳腺增生这男方呢是33岁在私企工作，部门经理，有车有房，年薪在10万左右。女方呢是32岁，是我大姨家的邻居的妹妹，做审计工作的，年薪也在10万左右。两个人呢是上个月见了有第一次面互相觉得都还行，条件也相当，这年龄呢也合适就答应相处看看。这不两人都放假了，今天中午又约着见了第2次面。刚刚见完面就在中午有1点左右两人就干起仗来了，先后给我打电话以前我就说过一旦见完面立马就找我的，基本都不是好事儿。先是女方气质汹汹说对方不真诚，态度不好。一问具体情况，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证。这第1条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，没有跟他沟通出行问题。简单点说就是没有开车去接他，导致他在寒冬腊月天打车出来见面。其次没有制造浪漫的小惊喜他说这是第2次见面，按理说这第1次见面了解过了吗？大家都觉得合适才会来见第2次面。一见面呢也没有什么惊喜，也没什么浪漫，也没什么礼物，这得让他觉得这个男人并不是真心想要跟他在一起的。第3个呢是点菜的时候，
男方直接忽视他的喜好，是自顾自的点菜啊。他不爱吃海鲜，不爱吃鸡，但是男士啊都点上了。这第4条呀，说到这条，这姑娘嗓门呢提高了8度呀。她竟然让我给她饭钱，我缺那钱吗？你给我评评理啊！这顿饭啊，先不说啊，都不是我的口味，不是麻的就是辣的，不是甜的就是咸的，我都没吃几口，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啊？哎呀，听完这4条，我的脑血管立马就堵了一半了啊！接着男方呢来电话就开始辩论啊这个情况，先是接送问题，这男士就说呀，自己一开始啊确实不知道女方是希望接他的，以为啊两人约好地址啊就可以直接过去了。关于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，男方觉得这才是第2次见面嘛，并不是很了解对方，所以还没有到追求送礼物的那一步。这第3呢是关于吃饭，男方说自己啊当时是问过女方想吃什么，但是女方态度很冷淡，也不怎么搭理自己，一直在玩手机，也没抬头啊，就说了句随便，他就以为是真的随便了嘛。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事儿，男士说啊确实提出来了，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，因为女方呀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全程对他都很冷淡，男士和他说话呢也不搭理，偶尔回答几句呢也没有什么好气儿，总是自己啊在玩手机，给他夹菜呢他直接都给扔回来，说不需要。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啊，直接就怼这个女方呀，既然来相亲了，那就别端着了，也没人欠你，你拉大个脸给谁看呢？这姑娘听完呢，就直接就跟这个男方啊就杠起来了啊，说对方人品有问题，辩论到底是谁的不对。最后两人都吃不下去了啊，男方就提出啊让女方来承担一半的饭钱。女方听完呢是拎包就走啊。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。结束之后呢，我给我大姨的邻居回了个信儿啊，我这边庙小，王八也不怎么爱干活，确实伺候不了大佛。32岁了，还以为自己是23呢，心智怎么这么残缺不全呢？30多了，接触的男的也应该都30多了，就这个年龄段，除了骗子，谁一天没事研究着怎么给你制造惊喜啊？没感觉到真诚？什么是真诚啊？车接车送，每天嘘寒问暖，各种浪漫加惊喜吗？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怎么地，幻想着一个长得帅、超有钱的男人，就像盖世英雄出现在你面前，然后承担起你所有的经济开支，并且还得对你随叫随到，像祖宗一样宠着你，对你唯命是从啊？是不是还得要至死不渝的那种？死了这个男人还得爱着你呢，为了你终身不娶啊！30多的人了，来相亲找对象，说白了就是条件合适，互相不讨厌，就可以发展关系看看。你还想着对方来热烈追求你啊？大白天做梦不害臊？再戳一下你的肺管子啊！单身女人上了30岁啊，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。要结婚呢，遇到比你条件好的呀，就要伏低做小，忍气吞声；找到条件差不多的，就要互相理解，互相迁就。你又不是公主，端着个臭架子，这辈子都得打光棍儿。